你见过最讽刺的电影市场是什么样的？一边是投资过亿、影帝影后加持、名导操刀的大片，首日票房172万，还收获了半个娱乐圈的集体力挺；另一边是成本1400万，全素人出演的小成本电影，票房逼近12亿，豆瓣9.2分封神，却在娱乐圈里听不到一点声音。鱼的话，这个鱼、这个鱼、这鱼都不错，但是那个鱼不太行。那鱼为什么不行？因为那鱼完了。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从筹备之初就握着顶级资源的牌面，导演是手握多部爆款、业内地位稳固的管虎，主演直接敲定100亿影帝黄渤和事业巅峰期的倪妮，主创团队是业内资深班底，制作、服化、摄影全部对标院线顶级大片规格。上线之前，业内对他的期待值很高，入围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主竞赛单元，提前拿下主流电影节背书，无数人笃定这又是一部口碑票房双爆的佳作。娱乐圈更是提前开启抱团力挺模式，各路导演、演员、制片人纷纷转发宣传，路演现场大咖云集，圈内圈层集体站台造势，把影片的预热声势拉到顶峰。所有人都在捧着这部顶配大片，没人质疑它的品质和市场前景。可市场从来不会为人情和圈层面子买单。影片正式上映后，票房数据直接打脸，首日排片占比高达 9.4%， 全国排了 4.1万个场次，最终首日票房只有172万，上座率 1.3%， 也就是说，平均每场只有1个观众，连影院的电费都赚不回来。第二天票房直接腰斩到 83.9 万，第三天32万，第四天27万。上映一周，排片直接跌到 0.5%， 单日票房不足10万。猫眼预测最终总票房497万，连制作成本的 5% 都不到。按照分账规则，片方只能拿到180万左右，别说收回1亿的成本了，连黄渤一个人的片酬都不够付。管虎作为主控方，这次直接血亏9000多万，创下了他导演生涯最惨的票房纪录。而票房彻底崩盘后，娱乐圈依旧是那副其乐融融的样子，没有任何人站出来质疑影片质量，反而依旧有业内人士发文惋惜，把扑街原因归结为档期、市场环境。和这部电影形成极致反差的是给阿嬷的情书。这部影片从诞生之初就完全不符合当下影视圈的爆款模板，处处透着寒酸。整部影片制作成本仅有1400万，放在院线大片里连零头都算不上。剧组把 90% 的经费全部投入到潮汕实景还原、侨批文化复刻和内容打磨上，全体演员片酬加起来还不足100万。影片没有任何流量明星、实力影帝加持，全员都是毫无表演经验的素人演员，95%对白采用潮汕方言。导演此前也从未涉足主流院线市场。上线初期，这部影片的行业待遇堪称惨淡，整个影视圈层全程沉默，没有任何人主动站台。4月30日上映，首日排片只有可怜的 1.6%， 票房377万。是的，就算排片只有 1.6%， 首日票房也比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高了200多万。观众的眼睛永远是雪亮的。这部影片靠着它真挚的情感，开启全民口碑发酵。5月5日，豆瓣开分 9.0， 直接创下2026年度院线电影最高分。5月9日，总票房突破1亿。5月10日，母亲节，单日票房3598万，一举拿下单日票房、观影人次、上座率、预售票房4项大满贯，登顶全国冠军。5月16日，也就是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上映的同一天，给阿莫的情书单日票房直接破亿，排片占比 34.3%， 票房占比高达 72.5%。当天全国电影院每赚100块钱，有72.5块是这部素人方言电影贡献的。截至5月28日，上映29天，总票房逼近12亿，观影人次超过3470万。更可怕的是它的口碑，豆瓣评分从开分 9.0 一路涨到 9.2， 超过 64.7万人打分，5星好评占比高达 65.5%， 是近10年来评分最高的国产剧情片。按照1400万的制作成本计算，现在片方已经拿到了4亿多的分账，投资回报率超过30倍。如果最终票房冲到18亿，投资回报率将高达50倍。最讽刺的是什么呢？这么大的趋势下，还是只有少数艺人站出来为这部电影声援。王传君是最早一批默默云包场支持的艺人，后续贾玲、韩寒、尹正、陈楚生等陆续自费包场，用个人行为支持这部佳作。两部影片的天差地别，根本不是影片质量、观众审美的问题，而是当下影坛根深蒂固的圈层乱象，撕开了影视行业最虚伪的一面。娱乐圈抱团力挺烂片是圈层利益的互换，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让那么多业内人士集体站台，本质不是宣传作品，而是维护圈层关系，维系行业人情生态。大家互相捧场，互相兜底，哪怕作品质量拉胯，票房扑街，也要保住圈层体面，这是行业默认的潜规则。哪怕巨亏 8.5亿，资本和圈层也能通过资源置换、口碑造势挽回部分损失。人情价值远大于作品本身价值。反观给阿嬷的情书，它没有圈层入场券，无法给业内大咖带来任何价值。所以支持这部零利益可图的小众影片，
没有任何好处。而两部电影讲述的故事，也注定了现在这个局面的诞生。给阿嬷的情书讲的是两个潮汕阿嬷跨越半个世纪的友情与守候，讲了中国人刻在骨子里的情义二字，讲了那些被时代遗忘的侨批和那些漂洋过海的思念，用最克制的镜头、最朴素的情感打动了全国观众。而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呢，他讲了两个中年人在疫情隔离期间的相遇与救赎，听起来很有深度，但拍出来却是悬浮又空洞。很多观众吐槽剧情松散的像流水账，基本就是两个人隔着墙唠了21天。所谓的中年危机更像是中产阶级的无病呻吟，根本看不到普通人的生活，用疫情当背景却拍了一场精神出轨，既不尊重历史也不尊重观众。真诚的故事永远有市场，可现在的内娱却执迷于资本游戏、人情抱团。当影视行业不再敬畏内容，那么最后被观众抛弃的就不只是一部烂片，还有整个固步自封的影视圈层。